西五经，圣经里面最前的5本书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，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他们的小孩成年人礼之前呢，都鼓励小孩要把它背诵起来，认为这本书呢能够对他们的灵里面的造就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10分钟里面看懂摩西五经概论。摩西五经的神学有5个重点。摩西五经5个重点。第一个叫做神的创造论，在创世纪一开始呢，就说明了天地宇宙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。现在所相信的泛神论呢、多神论呢、不可论呢、宿命论呢，都是荒谬的。只有创造论呢，才是圣经所要表达的，才是正确的。第二个，神的拣选神学。上帝呢拣选了以色列人来做他的传福音的管道。很多人都要问，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以色列人而不拣选其他的民族呢？其实这个是一个谜，是一个不可知论。第3点就是神的立约。上帝在旧约里面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跟许多先知都来立约，知道了救赎是从他而来，耶稣基督的救赎救赎了全人类。第4个是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呢，就是神的心意简明，他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但是要怎么过圣洁的生活呢？在神的律法里面就表现出来。第5个是神的救赎。人类堕落了之后，上帝要怎么拯救我们呢？上帝透过了摩西五经告诉了我们，预表了将来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摩西五经内容介绍。第1本书创世纪。创世纪是摩西所写的，大概是在主前1420年，地点是在西乃山。主要呢是要指出以色列在神的救赎大计划里面的地位，也告诉我们万物的起源。创世纪重要的经文是在1章1节，还有在12章1到3节，关于了人类怎么可以得到救赎。读的时候呢，要把创世纪分成2大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太古时期，另一部分是先祖时期。太古时期1到11章的时候呢，讲了4个重点：人的开始，人类是怎么来的；第2个讲到了人的堕落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；第3个呢讲到洪水，挪亚方舟；第4个讲到巴别塔，人的自大。第2大部分先祖时期，就是从12章到50章。先祖的意思呢，就是来记载了这几位的先人，他们之前呢是怎么样来过他们的人生，包括了4个先祖的故事：亚伯拉罕、以色、雅各和约瑟。他4个人怎么来星星的成长，他们一生人怎么与神相遇，非常的精彩的4个人的生命故事，对我们的灵命非常大的造就。第2本书出埃及记。出埃及照样是在摩西所写的，大概也是在主前1420年，在西乃山所完成。这本书呢是指出了以色列人要成为神圣洁的国度，怎么从最终来捆绑来被释放，而领他们到迦南地的一个故事。这个主要的经节是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，关于了神要怎么来救赎我们。出埃及记呢，包括了3大部分。一开始呢是1章到12章，这包括了摩西的生平，也包括了上帝听见了他的选民的一个痛苦的呼声。第2部分呢是10章到18章，包括了神大能的彰显。这段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就是过红海啦，有10灾呢，彰显了大能的神他怎么来拯救他的选民。第3部分呢是19章到第40章，是讲神在颁布他的律法的时候，清楚的让他的子民知道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第3本书利未记。这也是摩西所写，也是在主前约1420年前所写，在西乃山。这指出了以色列为圣洁国度这个圣洁的标准啊，以色列要怎么样去圣洁的服侍。这个重要的经文是在利未记11章第45节。这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要侍奉的生活。这个利未记呢是在第2回合才读的，不是第1回合读的。第2回合是什么意思？第1回合什么意思呢？请看我之前所录制的这个教导，10分钟来看懂旧约概论。因为利未记比较困难，在第2回合来读呢会比较适合。利未记呢分成2大部分，第一部分是1章到10章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的信仰怎么有圣洁的侍奉。第2大部分呢是11章到27章，教导了我们要怎么圣洁的生命。在这个圣洁的侍奉里面的5个祭，我们要记得就是燔祭、赎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。在第2大部分呢，这个圣洁的生活呢，就讲述了不同的律法，在家庭呢怎么与人相处的律法，而来学习过圣洁的生活。第4本书民数记。
民数记分成3大部分，第一部分在西乃山，第二部分在巴兰旷野，第三个在约雅的平原。这3大部分里面呢，都发生了不同的故事。第一部分在西乃山就有颁布律法，还有米利安的回谤，还有许多人的叛变，很多精彩的故事都记录在第1章到第14章。第二大部分在巴兰的旷野里面，包括了可拉党的背叛，还有摩西的击打磐石，所以无法进入迦南地，这些都记载在15章到21章。第3部分在摩亚的平原，到21章到36章结束，这包括了击败罗亚联盟、巴兰和巴勒的故事，数点人数，然后再颁布律法。第5本书《申命记》。摩西所写，在主前大概1400年的时间，在摩亚的平原。这本书呢，就指出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之前，不要忘记神的律法。这个对于一个以色列人的律法的再一次的讲哈。申命记呢，主要的经文是在10章12节里面带出了对神的一个盼望。在申命记里面呢，就翻译成为 Deuteronomy。Deuteronomy 那个字就好像 do it， 是好像2次哈。申命记有一些的部分呢是重复之前摩西五经前面的故事的，有再说一次，律法呢有再说一次，为的呢是让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呢，能够不要忘记上帝的律法。申命记呢分成2大部分，1章到11章呢就是要讲明看看以前上帝的恩典，第2大部分呢是要往前看上帝的恩典，是从12章到第34章。在前面的1到11章呢是重温历史，重温神的律法，让他们再重温上帝是如何爱他们，上帝是如何帮助他们。在第2大部分就是要看上帝将来的允许呢，包括了上帝所颁发的律法，也包括了将来的盼望，告诉了我们神的应许之宝贵。摩西五经辅助教材。要读懂摩西五经需要一些辅助的教材。今天呢，跟弟兄姐妹分享解释一些需要的图表，帮助我们读经更加的顺利。如果有需要这些图表，请在下方点击 download 就可以了。摩西五经图表。首先，这个表格是一个先祖的列表，这边呢就解释了亚伯拉罕、雅各、以撒还有约瑟他们的年代发生了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以及记录在创世纪的第几章第几节。第2章的表格是让我们来看一看列祖的一个家庭，谁生谁。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害怕啊，谁生谁很复杂很麻烦，其实也不会。我们来看一下的图表，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家族之间的关系。第3章我个人认为是蛮重要的，就是雅各的儿子，因为有12个，他和妻子们还有妾室们所生的，他们的12个儿子将会成为以色列将来的12支派，所以需要花一点的时间记一下他们的名字。第4章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犹太人的特别日子，他们的日子譬如说有逾越节，有五旬节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你就一面的看这个表格，然后看在经文里面哪里，然后了解每一个节日代表的属灵意义。接下来是旧约的律法，怎么样对待上帝，怎么样来崇拜，怎么样来对待人与人间的关系，不一样的律法对待不一样的案件。接下来献祭的制度在利未记里面也是很重要的，看这个表格，什么是燔祭，什么是赎罪祭，刚才影片已经略略的介绍，可以从表格里面再一次的重温，让我们的印象更加的深刻。在利未记也提到有洁和不洁的动物，常常呢引起很多的混乱。那么呢，看着表格来学习有什么的鸟类，有什么的鱼类，它们的洁和不洁有什么分别，看着图片会更加的清楚了解。最后一个资料呢，是关于在申命记里面的有不同的律法，对于神和人之间的。这个表格呢，也来比照一下对于在出埃及记里面的律法，还有在 Deuteronomy 申命记里面的律法的一个对照，让我们更加了解有哪一条的律法是重生的，有哪一条的律法是重新再说一次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鼓励你要来看摩西五经，里面包罗万象，让我们的灵命成长，更加的了解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救赎。